到达我孙子市。我孙子市作为微信地区设置里一个经典的冷门城市，为大家所熟知，还曾经一度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个在中文语义里看起来比较奇葩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期我将前往这座位于日本千叶县的小城一探究竟。大家好啊，我现在是在东京的上野站这一块，接下来呢，咱们要去的这个地儿啊，在这个中文互联网上都比较熟悉。很多人呢还把这个地方呢当做一个梗去玩，就是我孙子。今天呢，咱们呢就前往这个我孙子去看看这我孙子到底是什么样啊。今天去的这个我孙子呀，它是位于东京郊外的千叶县，是千叶县的一个市。后来又查了一下，在日本啊还有一个我孙子，那个是位于大阪筑吉区的一个街区。中文互联网比较有名的我孙子，大多是指在千叶县的这个我孙子市。我孙子这三个字在中文的语境的理解里啊，很喜感也很直接，就是我的孙子的意思。但在日语语境里，我孙子这三个字并不是一个句子，而是一个纯粹的专有名词，主要用作地名还有姓氏。那我孙子这个称呼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目前日本学界最认可的一种说法是，我孙子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氏。大和时代有一支强大的地方豪族，名为阿比古。由于早期日本并没有固定的文字，名字呢就通常根据读音选取汉字来标注，因此阿比抠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安比古、吴孙子、安孙子等写法，最终呢演变为现在通用的我孙子。在微信地区的设置上，我孙子当仁不让的成为其中最火爆的一个。比如如何将微信地区设置为日本我孙子市，微信地区设置日本我孙子市怎么弄，微信怎么弄日本我孙子市，微信地区设置日本我孙子市教程等许多教大家如何把微信定位设置成日本千叶县我孙子市的帖子，这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日本小城在中文互联网上变得人尽皆知。我孙子在日本还是一个姓氏，但是姓我孙子的人其实非常罕见，全日本登记在册的我孙子姓氏大约只有263户，1000人左右，在日本10几万个姓氏中排在第7961位。没用的小知识就磕不到这儿啊！前方到站我孙子站。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到达我孙子站啊，阿比抠啊，我孙子。下一站是东我孙子，从上野站坐了大概35分钟的车，终于来到我孙子了。简中互联网非常知名、非常有梗的一个地方啊，终于让我给找到了啊！这个站台看起来也不是很大啊，等车基本上都是老大爷、老大妈比较多。咱们现在坐这个扶梯上去到车站口。这会儿大约是下午4点多啊，车站里基本还没什么人。我走的靠窗这一侧都贴着琳琅满目的小广告。我个人感觉这两边的窗户改成落地窗更好一点啊，采光更好。从这儿走楼梯下去，咱们从外边搂一眼这个我孙子站啊，非常普通、非常朴素的一个小站。我孙子圣人会病院，我孙子东方病院。下来就可以看到这个我孙子站有一个介绍啊，我孙子市的文化人啊，这应该就是我孙子市的名人都有谁啊？咱看看这些人有认识吗？好像没有一个认识的啊。我孙子站南口周边观光案内，这就是介绍我孙子市有哪些可以逛的景点。咱们数数，一共也就10个景点啊，那说明这个地方也不大。基本上呢，这个步行距离都还可以，最远的也就在2公里差不多啊，近的话就是几百米。这儿一个我孙子站的警察局啊，我孙子腰痛中心。我孙子站前整骨院，整骨的话应该是跟骨头和关节相关的，比按摩院要更专业一点啊。我孙子市的人口呢是13万，相对我国的行政级别来说呢，算是一个地级市了。我孙子和东京相距40公里，这里住着大量的东京上班族，东漂们每天早出晚归于双城之间，妥妥的是一个典型的睡城定位。这让我想到，我孙子之于东京，岂不就是燕郊之于北京吗？把我孙子称为日本小燕郊，确实是那么回事，只不过从我孙子进京呢，不用查身份证进京证了，这点相比从燕郊进京呢，还是方便一点。同时呢，这里的物价和房价相对东京市中心来说呢，也十分亲民，还是非常适合普通打工族的。这会儿虽然才4点多，但是天呀就逐渐暗起来了，看来呀还是我来晚了。
我发现这边的整体院啊、整骨院啊特别的多，在咱这个中文语境里边就是按摩的，到处都是按摩店。可能我孙子这个按摩人才啊比较兴旺，继承了咱们中医整骨按摩的传统了。咱们继续的往站外去溜达溜达啊。我觉得这个按摩院比较多，也是个挺好的事儿啊。无论是对于住在这边的老人也好啊，还是说住在这边的打工族，下班以后从车站出来没几步啊，放眼望去全是按摩院，直接进去让资深老师傅整一把，整完以后腰也不酸，腿也不痛了，回家整2个小菜，来一听朝日啤酒，简直美滋滋啊！这边又来一个整体院啊，叫什么安安气功整体院啊，这边确实这个按摩行业非常的兴旺啊！现在从这个我孙子站出来，走到这块也就没有个200-300米，已经建了7、8家按摩院了啊！可能这个按摩是这边一个特色，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再往这边走就安静多了啊！这应该是一户建。这家的门口啊做的还挺好看。沿着这条路走进去啊，感觉里边那个门啊，应该只有一户人家。外面这条走道上可以停车用，这个条件应该是比其他靠在马路边上的人家要好一些。这边这一排基本上都是一户建啊。你看这个小院子里边自己修的树啊，还是挺好看的。这个各家这个小房子盖的都不错，这还有个小花园。这上面有一个什么接骨院啊，又一家。看起来这个居民区附近啊，好像也没有超市啊或者餐馆这些地方啊。不过即便开在这种地方，我估计5、6点也就关门了。不知道住在这里人去超市或者餐馆方不方便？这边又有一个什么我孙子什么玩意儿啊，不知道，不会念这一串日文。这应该是一所公寓啊，门口还搭了脚手架，应该在施工。你看这个日本的施工队一般会在路边配1到2名这样的交通引导员啊，这样可以确保来往的行人和车辆啊，在这种施工的路段可以安全通过。这种为他人安全着想和负责任的态度啊，确实值得称赞。不知道哪车一直跟那儿摁喇叭啊，我来日本基本就很少听见有车摁喇叭，不知道这车一直摁喇叭干。其实在这儿有一个小房子啊，应该不错啊，还是比较惬意的啊。1家1户，2层小楼啊，配一辆小车啊，这生活应该不算是有多富足啊，但是呢，这个自我满足一下还是可以的啊。好，来到距离我孙子站啊，大概700多米左右的啊，这儿一个公园，守鹤沼公园啊，这个也是我孙子推荐景点其中之一啊，咱们就进里边去逛一逛，溜一溜啊。从这儿过马路，迎面走来的应该是一帮刚放学的初中生啊，人手一辆自行车，女生校服衣领上还都配着蝴蝶结。这里应该就是守鹤沼公园啊，这公园也没有门，直接进就行。守鹤沼周边岸，现在我在这个地儿就是守鹤沼公园啊，河的对岸就是百事，这下边还有一个我孙子是的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孙子是个市鸟，这一串日文不认识，回头这个查一下是什么。这儿有一个叫什么平和的灯啊，我孙子是施行45周年，战后70周年，我孙子平和都市宣言30年，平成27年8月55号建立啊，这应该是跟这个2战有关系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地方啊。看下边这个，这也是一个和平的纪念碑。我用 AI 翻译一下纪念碑上文字内容，大家可以看看。它这边好多公园啊，基本上都是那种开放式的，不像在北京逛所有公园啊，都有什么正门啊、北门啊、南门啊。它这个就是直接一条小道就直接进，可以看到这个远处这个湖边的景色啊，还是非常美的。现在也是快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了啊，晚霞还是挺漂亮的。前方应该是一对小情侣，也欣赏着远处湖边晚霞的美景。不用看我啊，你俩继续，我只是经过一下。哎，走到这边，这视野就开阔多了啊！到达我孙子市，太美丽了，我孙子。那我孙子到底在哪儿啊？还是看看我孙子的美景吧，家人们。
沿着这个守鹤沼公园这个湖边走，看这个晚霞啊，真的是挺不错、挺美的啊。河岸的另一侧就是一个大草坪啊，非常的大。这后边就是一排一排一户建啊，住在这个附近家的孩子呀，放了学之后啊，直接到这大草坪上踢球。这儿还有篮球架子，还可以打篮球。这是俩人跟这儿打排球，各种运动都可以。你还可以在这儿遛狗，然后你要是累了的话，你还可以坐在湖边啊，欣赏一下美景啊，欣赏一下湖边的晚霞啊，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啊。可能轻松惬意是我孙子最大的特点了啊。真的太美了，这是让我想起一首诗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此情此景，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悠然自得。在这个公园的湖边啊，欣赏一下我孙子市的晚霞吧啊，还是非常美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草地上玩过呀，踢过球啊，而且呢还离自己家都这么近，哎，我都想在这儿买个房了啊！可惜现在这个实力不允许，还不够。在这边生活确实是挺惬意的。如果是退了休啊，还有点闲钱，跟这儿买个小一户建啊，晚上出来到公园旁边跑跑步、溜溜弯，这孩子还能跟这儿踢踢球，哎，真是不错，太喜欢了。不知不觉已经晚上6点了。我查了一下附近的餐馆，基本上都关门了，所以还是决定回东京市里去吃。逛完这个我孙子市也饿了，回到市区里边，今天晚上吃顿饭啊，咱们在市区里边找一家比较好吃的天妇罗尝一尝啊。咱们进这个天东奔当里边看一看啊，他家这个天妇罗怎么样？哎。Two people. Okay, thank you. 挂汁儿的大虾和虾仁奢侈天东啊，这个看着比较有口感，比较有食欲啊。米饭来一个小碗，佐料多加一些。我再加一个大虾，再加一个鱿鱼，来一个半熟鸡蛋，来一个鱿鱼。我的这个套餐来了啊！我点了一份浇汁的天妇罗天东，加了一份腌的这个小鱿鱼，加了一个半熟蛋，然后这小菜呢，还有这个汤呢是他送的。天妇罗呢，它本来是2大虾啊，我后来加了一个大虾，咱们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啊？看着还是挺有食欲的。先来一个虾啊。这个外皮啊，不是那种脆的，它炸的呢是非常的软糯啊，嚼起来呢 Q 弹 Q 弹的。而且这个挂汁儿这个天妇罗呀，比那个不加汁儿的呀要入味儿一些。因为你这个天妇罗下边其实都是一盘大米饭，你如果这个汁儿没什么味儿的话，你只吃这个天妇罗，吃完你就不想吃这个米饭了。但是这个汁儿就是这个米饭也是很好吃的。咱们再来一口。哎，这回是入味儿了啊！再来一口它腌的这个小鱿鱼啊，合人民币不到10块钱啊，就这么点儿啊，特别少。尝一口啊，有点酸，有点咸，还带了一点点苦啊。我感觉点的不是很成功啊。然后这个温泉蛋，咱们把它拌到这个饭里头尝尝啊。把这个蛋液呢跟这个饭搅拌均匀，汤汁儿啊、蛋液还有饭融合在一块儿，看起来就更好吃了啊，更有食欲。咱们把这个蛋液跟这个饭搅匀了之后啊，再来一口啊，先来一口饭，确实非常鲜啊。那个酱汁儿其实就是一个酱油啊，然后再加点糖，再加点醋啊，有点那种糖醋酱油汁儿那种感觉调出来的啊。然后就着这个外皮软糯，这个大虾吃进去啊，口感非常的丝滑。再来一个虾仁，再来一口饭，太满足了。下午主要去逛了这个我孙子市，一直都没吃饭。中途在那个便利店里边啊，买了个这个饭团，然后狼吞虎咽的咽下来，还一直打嗝啊，赶紧就了口凉水。结果这凉水一喝下去啊，这打嗝就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是鱿鱼啊，炸的这个鱿鱼。这个鱿鱼啊，这是一点嚼劲都没有，吃着就没有那个鱿鱼的味儿，有点像吃了一个炸面筋下去的感觉。再来一个虾吧，啊，这个大虾确实好吃。太大了。
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来一口小咸菜啊，这应该是腌萝卜，爽口。这个应该就是炸虾的那个外衣啊，一口吃下去，完全的跟这个椒汁儿入味了，融为一体了。再扒一口饭啊，来一口味增汤，这个卫生纸摸着跟那个塑料一样啊，你拿它擦屁股至少啊得用5层，要不容易擦破。这顿饭也是顺利的光盘行动，爆赞。2个人一共花了2960日元啊，和差不多135块钱。这顿饭吃的还是比较实惠的啊。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喜欢的话，还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今天咱们就来到日本的一家大型平价连锁超市啊，Life 超市。推个车看拿不住。